一时不收拾一时乱，一直不收拾一直乱。才刚开始收拾，就干出了成吨的废品。大雄也不是高富帅，觉得这是铺张浪费。蓝胖子只好拿出节约蚂蚁，这是一个节约神器。比如说要玩具车，蚂蚁就会倾巢而出，把垃圾制成新产品。这可是未来的回收机器人呢。比如空罐里回收铝，玻璃融化变原材料，因为金属可是宝贵的不可再生能源。显然这种话题大雄的智商理解不了。蚂蚁搬着空罐回到机器，一个玩具车就到手了。白嫖的快乐谁能不高兴？来到走廊就玩了起来。齐乐老爸也碰上了难题，吹风机坏了，老爸不能洗剪吹，大雄要当大孝子，一声吹风机，蚂蚁就倾巢而出。至于用到平底锅，大雄表示自己理解不了，因为吹风机里有电热丝，而这些材料可以从平底锅里提取，这样平底锅外形的吹风机就完成了。老爸对产品相当满意，有好东西必须要跟媳妇儿分享。大雄跑了2步就遇到了散财童子，毕竟小夫财大气粗，旧的不去新的不来。大雄真是大白天捡了宝，要来个大发明。小夫同样也高兴毁了，毕竟日本扔垃圾还得花钱。这次的成品是个钛合金高达模型，小夫惊呆了，脸皮厚到就要大白天抢劫。大雄2人气到原地爆炸，岂料小夫还没捂热乎，胖虎就进行了2次打劫。听说可以废物变宝，胖虎就要弄套棒球服，蚂蚁倾巢而出，看着原材料竟是空瓶，胖虎就要变一拳超人。为了不被锤，蓝胖子只能尽力解释，显然胖虎也理解不了，但这事都不算事儿，衣服一出天下太平。胖虎换上衣服就觉得今天是个必胜日。这时媳妇路过，要去参加演奏会，可路遇低素质司机，妹子哭了，小礼服变成了巧克力色。媳妇儿的事就是大雄的事儿，交给静香造最美礼服。蚂蚁倾巢而出，徐沙雄还不忘显摆一番讲起原理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要出意外了。胖虎的衣服被机器吞了，才造出漂亮的礼服。静香恨不得跟大雄原地领证。至于胖虎的衣服，大雄全推给了胖虎的乱丢乱扔，因为他有一个大计划，50元50元，变废为宝，通通50元。大雄商城童叟无欺，一传十十传百，大雄生意兴隆，就算回收废品也是贼上心。沙发、自行车，大雄赚得盆满钵满。但问题也随之而来，废品不够了。大雄运气爆棚，竟发现了一处垃圾堆。这是垃圾堆吗？不，这明明是座金山。随着高端货的产出，大雄财团蒸蒸日上，而总裁的办公室内甚至都配有游泳池。大雄光想想就乐得原地蹦迪。岂料胖虎找上门了，不求别的，只求衣服。大雄还想死不认账，可胖虎就不是讲道理的人。此时静香踏上了演奏的舞台，胖虎也得知了自己的战袍被分解的事实。胖虎眼神杀人，示意蓝胖子还衣服，箱子上配有还原功能，但同时将恢复所有造出的产品。胖虎才不会管他人的感受，大手一按，胖虎原地射死，就要把大雄吹到全身骨折。一场灾难也在小镇中蔓延，平底锅吹头，钻戒变钢笔，沙发变拖鞋，而大雄满脑子想的都是静香。大雄由任意门逃走，来到了演奏会场，静香完美演出，看得大雄心潮澎湃。可落幕时，静香的衣服变了，那么这场姻缘会就此结束了吗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屌丝逆袭成为宗师会是怎样的体验？大雄手脚并用，完成了，火急火燎就要跟小伙伴们炫耀。翻花绳新作银河系，这并不是普通的翻花绳，隐隐约约还能感受到银河的奥妙。大雄想在线收学徒，可惜没人想学。喝着陈年的老窖，开着自己的玩笑，因为最懂自己的会是蓝胖子。可就算使出本命绝学，蓝胖子还是表示看不懂。大雄伤心寂寞冷，回到家中，老妈的心情跟大雄截然相反。作为主妇的老妈的插花作品被花岛宗师看中，并冠以3000年一遇的艺术品，这比见到偶像还高兴。360行，行行出状元。只可惜翻花绳是个不能养活人的冷门行业，但只要有蓝胖子在，就没有冷门这一说。拿出宗师招牌，这是一块神奇的木板，只要写上大雄翻花绳派，大雄就是那个名留青史的大宗师。挂上招牌，现在就等着自行车变跑车了。毕竟大雄毫无特长，只有这一条路能走。夫君开张，媳妇儿捧场，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，静香就被拐走进了大雄家。媳妇儿送上门，大雄乐开花，可蓝胖子却有话要说。作为宗师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那必须是居高临下的气场了。就连翻花绳的绳子都要讲究的分成黑段和白段，仪式感十足，授予传家宝绳子。静香小学高级货，可不会1+1，怎能算出2+2？大师姐有了，现在急需二师弟。夫妇2人不幸中招，静香的翻花绳小有所成，
虎父二人就前来拜师了。好不容易当回人王，大雄就要口出狂言，把虎父二人扫出家门。可招牌魔力太高，下跪磕头一气呵成。大雄还想收更多徒弟发家致富，老妈就让他去当跑腿工具人。小夫很有眼力见，却忘了胖虎是拳皇。胖虎靠着这份大机遇成功拜入门下，还被大雄夸成天赋异禀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小夫想帮大雄做作业，求了胖虎再次重拳出击，直接抢来了学霸1年份的作业。大雄高兴的像个小学生，给胖虎升了段位，顺便再次拒了小夫。因为大爷找上门来，本以为也是来拜师的，可大爷出手即巅峰，就用花绳翻出了自己的名字。小伙伴们都惊呆了，大爷的技术炉火纯青，对小学生自称宗师嗤之以鼻。一场宗师对宗师的翻花绳对决一触即发，大爷率先出战，看似普通的花绳，蓝胖子却看出了其中的奥秘。随着手指的蠕动，就是鲤鱼跃龙门。小伙伴们又惊呆了。大雄接着出战，一顿风驰电掣，大爷笑了。初学者的扫帚也敢拿出手？但蓝胖子又看出了其中的奥秘。大雄手掌摊开，就如流星飞出，接着释放连招银河系。看着浩瀚的宇宙，大爷拜得心服口服。小夫还想再争取一项，可惜又被拒。被赶走的小夫膀胱一扫，有了成功拜师的主意。大雄的家门被挤得车水马龙，蓝胖子则忙着维持秩序。胖虎和静香因为优秀的表现被授予教师资格，这份感动好比中了500万，发誓要将野比派翻花绳发扬光大。大雄同样也有一个梦想，要让翻花绳进入各大学校，并在国内外设立分部，最后将野比派发展成最大的世界财团。此时的小夫正端着神秘物品往大雄家赶，大雄还在表演翻花绳神技。随着小夫换掉了招牌，众人作鸟兽散，终于从梦中醒来。大雄不乐意了，我这套白色野猪服谁给报销下呀？那么小伙伴们会用花绳翻什么呢？不要走开，下集更精彩。男人用熟练的手法涂上面霜，皮肤秒变吹弹可破。女人也想变美，可美的代价就是不再为人。2021年最强冷空气已抵达，就算是骨瘦如柴的大雄，穿了件铁裤衩也扛不住。火锅暖炉小棉袄，神仙来了也不出门。蓝胖子只好尝试新产品妖怪面霜，不知相反面霜它不好，而是编剧它不允许。好比这个雪女霜，说不定变成了妹子就扛冻了呢。毕竟女生都有光腿神器。大雄打开罐子，用美妆博主的3点式涂抹法，皮肤瞬间肌如凝脂，吹弹可破。老妈送来下午茶，大雄刚要下口，腰瘦了，蛋糕变雪糕，又是一口，冰箱的电费都省了。大雄一个喷嚏，家里瞬间仙气飘飘，眼看家里要变冰雹，两人只能先逃。蓝胖子拿出复原面霜，让大雄赶紧擦，岂料毛孩子有难，大雄一声大喊，化险为夷。这下大雄决定作死了，来到空地玩起了最不擅长的棒球。就算胖虎扔出了世纪好球，在大雄的口臭攻击下，都只是个弟弟。这次换大雄来投球，虽然慢如蜗牛，但大雄有手段，一发口臭攻击让胖虎再起不能，作弊做得毫无痕迹。静香又在偷吃红薯了，看到媳妇儿喊烫手，大雄热情的帮降温，毕竟这也算间接接吻嘛。带着媳妇儿来到公园，又是一发口臭攻击，忽如一夜春风来，顺便再推销下蓝胖子的新产品。大雄乘胜追击，做起了活广告，狗粮是一波接一波的撒，人高胆子大，大雄决定建个滑雪场。只见大雄一个深呼吸，一口吐沫喷到了天际，可大雄这小身板，雪花还没落地就化了。眼看胖虎不满足，要变一拳超人，大雄只能被迫营业，可依然只是杯水车薪。既然蓝量不够，大雄决定疯狂嗑药，蓝胖子都惊呆了。气料用量达到了致死量，大雄秒变白毛女。这次大雄妖力大增，肺活量感人，瞬间冰雪交加，冰封万里，全身脂肪的胖虎都觉得冷了。蓝胖子想要上手阻止，岂料越帮越忙，开局一张嘴随口富士山，眼看局势有些失控，蓝胖子赶紧拿出复原面霜，让大雄赶紧用。大雄一个感动呐喊，蓝胖子成了冰胖子。大雄慌了，又送走了虎父二人。大雄本想当我方法师，却成了敌方赵军。为了不让媳妇儿也成冰雕，大雄只能先返回泉水。静香趁机找出复原霜，可问题是无法接近大雄，静香只能也涂上雪女霜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看着蓝胖子圆滚滚的大脑袋，静香月亮剑威力变成了萌萌的小母狼，有了毛皮这身护甲，静香化身护肤狂魔，要凭一己之力美女救英雄。此时的大雄也并不好过，虽身怀异能，可这异能神仙来了都得怕。
大雄失控了，咆哮震9天。静香这才发现了大雄的踪迹，2条腿走顶不住暴雪，就用4条腿跑。静香一声母狼嘲笑后，出现在了大雄面前。感动归感动，为了不伤害静香，大雄只能再次逃走。眼见静香不离不弃，可大雄却不知，此时的静香早已不怕严寒。静香来到大雄面前，送上了复原霜，世界恢复了原貌。静香也在这时褪去了皮毛，本以为这就是大结局了，可看着大雄的圆眼睛，静香又变了。这还不是最糟糕的，大雄竟然把复原霜给弄丢了。那么蓝胖子他们该怎么办呢？